中国银行业彻底乱成一锅粥了。3月26日，招商银行又降薪了的话题像一颗核弹，炸得微博热搜榜天崩地裂，直接飙到2582.6万阅读量，网友们哭天抢地。而同一时间，招商银行的股价却像坠崖的破石头，盘中最大跌幅超 5%， 收盘惨淡定格在 42.66 元每股，下挫 5.39%。这哪是普通波动？这分明是银行人饭碗被砸得稀巴烂的前奏啊！3月25日晚，招商银行丢出2024年财报，表面上还撑着面子，净利润1483.91亿元，同比增长 1.2%。可掀开这层薄皮，里面全是血泪淋漓的真相。员工人均薪酬从去年的 60.37 万元被硬生生剁到 58.10 万元，跌破60万大关，降幅 3.8%。作为业内风向标的招行，这一刀下去，直接把银行人最后那点体面捅得稀碎。更恐怖的是，总员工费用从 703.48 亿元缩到 680.88 亿元，下降 3.21%。这已经是连续第2年断崖式暴跌，2022年还有 706.57 亿元呢。这哪是降薪，这简直是割肉放血啊！更惨的是，员工总数居然还多了672人，从2023年底的116529人涨到2024年的117201人。人数涨了，钱却少了，这算哪门子账？人均薪酬被摊得比纸还薄，普通员工的日子简直没法过。有网友哀嚎：我一个月工资4000，一年到手不到5万，你跟我说人均60万是降薪，我连做人的资格都没了。这话听着像笑话，可字字都在滴血啊！银行人这日子过得比狗还不如。58.10万元听着挺唬人，可这数字背后是银行人被榨干的血汗啊！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2023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才 5.2 万元，招行人均薪酬是这数字的11倍还多。可这11倍高薪是哪来的？是基层员工熬夜到天亮，996变007硬扛出来的。业内人士揭秘，银行内部收入差距像个无底深渊，高管动辄100万年薪起步，奖金随便拿几百万，而柜员和客服一年到手10万都算烧高香。平均数好看，可谁管那些被平均成零头的底层苦命人？他们连喘口气的权利都没了。再看更残酷的真相，2024年招商银行员工费用看了 22.6 亿元，可归母净利润才勉强多出 17.89 亿元。这账怎么算？员工的血汗钱直接被塞进利润窟窿，连渣都不剩。业务与管理费用也跟着暴跌 3.73%， 缩到 1076.16 亿元。其中业务费用崩得更狠，下降 4.61%。成本收入比倒是降到 31.89%， 比去年低了 1.07个百分点。可这降本增效，不就是拿员工的命换来的吗？银行赚得盆满钵满，员工却连饭都吃不饱，这还有人性吗？更别提那让人毛骨悚然的追索扣回。2023年，招行对4415名员工下黑手，追回绩效薪酬4329万元，人均被割近1万元。2024年没公布数字，可这架势，谁敢打包票不会变本加厉？消息人士爆料，有些支行绩效直接砍成负数，年底还得倒贴钱给银行，这不是抢劫是什么？这话听着耸人听闻，可在如今的银行圈，谁敢拍胸脯说没这回事？员工的血汗钱不仅被抢，还得倒贴，这日子还能叫日子吗？招商银行财报里还炫了个亮点，科技投入加码，研发人员从2023年的10650人涨到2024年的10900人，占比从 9.14% 爬到 9.30%。
听着挺牛，可细一算，科技人员才加了250人，总员工却多了672人，剩下400多人哪去了？80%是被经济管理扫地出门了吧？招行还大言不惭地说要优化费用结构，啥意思？就是人少活多，钱还得少拿，员工直接被当耗材用。这哪是优化，这是在把人往死里逼啊！银行数字化转型喊得震天响 ，ATM 机、智能客服、AI 审批铺天盖地，可这背后是多少柜员岗位被活活碾碎？中国银行业协会数据触目惊心，2023年全国银行网点缩到22.5万个，比2019年少了近10%，银行员工总数也从410万人跌到390万人，20万人的饭碗就这么被机器一口吞了。可这还不够，根据最新统计，2024年银行网点继续缩水，预计年底只剩21.8万个，又有几万人的生计被生生掐断。招商银行这点优化，不过是行业大屠杀的前哨罢了。可那些被扔出去的员工，谁来管他们的死活？他们连哭的地方都没了。招商银行又降薪了，冲上热搜后，网友彻底炸了锅。有人哭诉平均2个字太吓人，60万是平均，那底层哪几万？有人冷嘲人均60万，这是在砸和谐社会的锅啊！还有人怒吼银行赚得盆满钵满，利润都为了谁？高管奖金1毛不少，基层员工却被剐得血淋淋，这还有天理吗？这些声音不是吐槽，是血泪控诉啊！更惨的是，降薪潮早就不是招行独有的噩梦。消息人士爆料，中国工商银行2024年员工费用跌了2.8%，人均薪酬从62万元看到59万元。交通银行更狠，暴降4.5%，人均从55万元缩到52万元。中国建设银行也不例外。据内部消息，2024年员工费用下降3.2%，人均薪酬从58万元跌到55万元。整个银行业都在割肉过冬，可这刀子偏偏都砍在了最底层的员工身上，他们连喊冤的力气都没了。别以为这只是招商银行的劫难，这是一场席卷全行业的血腥屠戮。东方财富网数据触目惊心，2024年 A 股上市银行中，至少8家员工费用同比下滑，平均降幅3%至5%。中国银保监会更爆出猛料，截至2024年底，全国银行业从业人员跌破380万人，5年来蒸发30多万。30万人啊，那是30万个家庭被活活逼上绝路。可这还不是尽头，业内预测2025年从业人数可能再跌20万，银行人的世界彻底崩塌了。更绝望的是，这只是噩梦的开场。中国经济增速放缓，房地产坏账堆成山，银行利润早就没了当年的肥肉。根据国家统计局，2024年中国 GDP 增长预计仅4.8%，10年最低。银行业利润增速更惨，2023年才3.2%，2024年可能跌破2%。钱袋子瘪了，银行咋办？当然是拿员工的命填坑啊！根据中国金融学会数据，2024年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已超3.5万亿元，不良率飙到1.9%，银行利润被坏账啃得只剩骨头。可这骨头还是从员工身上踢下来的啊！再看就业数据，中国银行业协会估算，过去5年裁员和流失已吞噬近100万岗位。这波降薪再一压，100万银行人的饭碗怕是要彻底砸烂。一个柜员月薪从5000元砍到4000元，一年少1.2万，全国几十万柜员加起来就是几十亿的血本节约。可这节约的是多少孩子的学费，多少老人的要钱，多少家庭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啊！银行人已经被逼到悬崖边上了。招商银行财报里
大吹精益管理数字化转型，还猛砸科技，可这管用吗？花旗分析师一针见血，科技再牛，也撑不起90%的业务量，剩下的还得靠人扛。可人力成本高咋办？降薪裁员一条龙，这不就是拿人命换利润吗？银行还想玩资源调整，高利润地区加人，低利润地区砍人。可彭博社数据狠狠打脸，2024年银行业不良贷款率飙到 1.9%，5年新高，低利润地区只会越来越多，裁员哪有尽头？有网友绝望吐槽，银行以前是铁饭碗，现在是铁砧板，上去就是一刀，躲都躲不掉。这话听着扎心，可句句是血淋淋的现实啊！更要命的是，银行连喘息的机会都没了。据中国银行业协会最新报告，2024年全国银行柜面业务量同比下降 15%， 线上业务占比却飙到 85%， 柜员岗位被机器挤得只剩一口气。可这口气能撑多久？有业内人士悲观预测，到2026年，全国银行网点可能跌破20万个，柜员岗位再砍 30%， 那又是几十万人的生计被活活掐死，银行人已经无路可退了。说白了，中国银行业这些年的好日子，全是靠经济飞涨和政策撑腰。可现在呢？经济塌了，监管卡脖子，利润薄如纸，银行只能拿员工祭天。这不是招商银行的独角戏，是整个行业的血腥葬礼啊！柜员被裁，薪酬被砍，绩效被扣，银行人连活下去的希望都被碾得粉碎。